台湾的 F-16战斗机作为第4代主力战机，尽管在与第5代隐身战机的对抗中技术上有所差距，但台湾有一套独特的战术体系来弥补这一不足，确保其战机能够有效执行防空任务。那么，台湾到底是如何能做到的呢？单靠一个战术体系，真的能弥补这一不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 F-16战斗机与这套独特的战术体系吧。首先 ，F-16并非单兵作战，而是通过组建强大的飞行编队来增强整体威慑力。每个编队不仅能够执行空中截击和对地打击任务，还能进行电子战，发挥多种作战功能。在电子战方面， F-16就像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能够有效干扰敌方的通讯、雷达和导航系统，令敌机在信息战中陷入困境，从而提升生存率。此外， F-16凭借其卓越的速度和机动性，可以巧妙躲避导弹攻击和敌方火力网，保护飞行员的安全，并增强战术打击的精准性。台湾还通过投资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限制敌方战机的飞行高度，迫使其在低空飞行。这样一来，隐身战机的优势大为减弱。在这种情况下 ，F-16更容易发现并锁定敌机进行迎击。同时，台湾的空中防御战略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包括情报共享、技术援助和飞行员培训等，这些因素都显著提升了 F-16的作战能力。此外，地面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配合，也为台湾的空中防御能力提供了额外保障。综上所述，虽然台湾的 F-16战机在与第5代隐身战机的对抗中面临挑战，但通过诸如大规模编队作战、电子战、机动性优势、防空导弹和国际合作等策略 ，F-16依然能够成为台湾防空体系的核心力量。如果回顾5年前，这些策略可能仅被视为应急之策，但在当前形势下，借助先进技术的支持 ，F-16有潜力缩小与第5代战机之间的差距，保持其在空中防御中的重要地位。在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新技术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第4代和第5代战机之间的技术差距。以 F-22为例，它在2005年首次亮相，并在2007年的红旗军演中展现了非凡的战斗力。在这场演习中， F-22凭借其压倒性的优势，以惊人的1比144的战绩获胜。这一胜利令全球空军对第5代战机产生了浓厚兴趣。F-22展示的强大实力，让装备第4代战机的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第4代战机在面对第5代隐身战机时，并非毫无胜算。只要配备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它们仍然能够在空战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要在这场高空对抗中胜出，第4代战机不仅需要高性能的导弹，还需要一套能够显著提升战斗力的辅助设备，比如红外搜索追踪系统。2018年夏末，美国宣布将为台湾的 F-16V 战机提供最新的 ACE 系统，总价值达5亿美元。该系统专为 F-16V 设计，旨在极大提升其对远程目标的侦察能力，确保在空战中占据优势。第5代战机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卓越的隐身能力。在远距离空战中，这些战机几乎像幽灵一样保持静音，使敌人难以察觉其存在。而第4代战机在探测敌机时，必须启动火控雷达进行搜索，这无疑会暴露自身位置。即使雷达探测到第5代战机，也未必能稳定追踪其位置，更无法轻易锁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红外搜索追踪系统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所有温度高于绝对0度的物体都会释放红外辐射，尤其是战机尾部喷口释放的红外辐射十分显眼。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洛克希德·马丁为台湾 F-16战机提供了一款先进的瞄准吊舱。这款吊舱专为 F-16设计，采用独特的楔形造型，以减少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声音震动，使其在空中显得更加时尚。吊舱安装在战机进气道下方的右侧，内置高分辨率红外传感器。核心部件是一款第3代前视红外阵列，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上清晰地生成热成像图像。该系统工作在中波红外波段，背景辐射噪声较低，能够提供清晰的远程图像，犹如一位精湛的远程摄影师。这款吊舱主要用于精确的空对地打击、侦察任务，并且能够识别远程空对空目标，基本上是 ACE 系统的简化版。它的优势在于广泛的目标搜索范围，
不仅能够自动识别目标，还具备追踪和激光锁定能力，尤其适用于小型战术目标。可以说，这款吊舱为战机提供了一种高精度打击的能力，极大地提升了作战效率。这一先进的目标瞄准技术，无疑为空中作战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标志着战机作战方式的全新发展。尽管红外搜索追踪系统为 F-16战机赋予了更加敏锐的眼睛，但面对第5代隐身战机时，这项技术仍略显不足。F-16V 战机自2015年完成首次飞行以来，标志着 F-16系列进入了新的进化阶段。F-16V 结合了部分第5代战机的技术，成为了首款搭载 APG-83 型有原箱控阵雷达的 F-16战机。这个雷达与 F-35战机的 APG-81 雷达具有95%的相似性，极大提升了 F-16V 的探测能力，并使其能够在空对空、空对地和地形跟踪等模式之间自如切换，增强了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为了应对雷达所收集的大量数据， F-16V 还配备了全新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 MMC， 其体积小巧，却拥有更强的处理能力，同时具备更多插槽，以支持未来的升级。这款任务计算机像一台小型超级计算机，为战机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随着 F-16V 的持续升级，台湾空军的凤展计划于2018年启动，投入了1100亿元新台币，用于将141架现役 F-16升级为 F-16V， 而凤翔计划则在2020年获得了2472.8亿元的新台币预算，用于采购66架全新 F-16V 战机。这些新型 F-16V 战机配备了有原箱控阵雷达、APG-83 雷达、全新的任务计算机、AM-9X 响尾蛇导弹以及新型发动机，极大提升了作战能力。根据计划，2023年将交付首批1架单座和1架双座 F-16V 进行测试，随后从2024年开始，每批交付4到5架，直到2026年完成所有交付。这些战机将被部署在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为台湾的空中防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尽管台湾原定于今年第4季度交付首架 F-16V 战机，但由于一些因素，交付时间已经调整为2024年第3季度。不过，这一调整不会影响整体计划，预计所有战机将在2026年前完成交付。为了提升对抗第5代隐身战机的能力，美国同意向台湾提供与 F-16V 兼容的红外搜索追踪系统 IRST。在理想天气条件下，这套系统可以使 F-16V 在150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隐身战机，而且无需担心暴露自己的位置。一旦成功探测到敌方隐身战机， F-16V 不仅可以利用机载导弹进行攻击，还能通过数据链系统将情报传递给其他未装备 IRST 的战机，从而实现情报共享，占据空中优势。红外搜索追踪系统以其被动侦察的特点和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著称，它能够与雷达、激光测距仪等其他数据源整合，提供对目标的持续且精确的追踪，支撑导弹发射的数据需求。此系统特别适用于昼夜不同环境，极大提高了战机在夜间作战中的探测能力，且能在多变的视角和背景下自动追踪多个目标。因此，对于尚未装备第5代隐身战机的空军而言， IRST 系统已成为对抗隐身战机的理想选择。在红外搜索追踪系统的发展上，前苏联的 A-29 战机及其后续的 Su-27 战机率先装备了类似技术。该系统包括红外方位仪、激光测距仪和头盔瞄准器等设备，能够在高空探测50公里外的目标，而在低空则可达到15公里的探测范围。欧洲也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联合研发的海盗系统从2007年起开始装备于台风战斗机。在美国，红外探测追踪系统的研发处于领先地位。早期的 F-14D 战机装备了 NA-42 系统，该系统能够在良好天气条件下探测到185公里外的目标。超级大黄蜂也搭载了类似的 IRST 系统，能够在各飞行阶段被动探测多种目标，避免电子侦测和频率干扰。此外 ，F-35 战机装备了世界首个将前视红外与红外搜索追踪功能结合的传感器系统，它大大增强了 F-35 的隐蔽性和作战能力。F-35 的红外系统不仅能够执行主动和被动测量，还能提供精确的地理信息，支持地面攻击。
并通过与飞行员头盔显示系统的连接，增强了作战态势感知。通过这些先进技术， F-35可以在雷达静默模式下有效探测隐身目标，显著降低被敌方发现的风险。与之相比， F-22猛禽战斗机未配备这一先进设备，主要是由于预算削减，导致红外搜索追踪系统在项目初期被舍弃。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研发或装备自己的第5代战机， F-22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决定为 F-22重新集成红外搜索追踪系统 IRST， 以增强其在战场上的感知能力。在美国空军的小型企业创新研发项目中， F-22集成 IRST 系统成为升级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直接将 F-15或 F-16上的 IRST 系统应用于 F-22并不现实，因为这些系统无法与 F-22的隐身设计完美匹配，因此需要开发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确保 IRST 系统能够无缝集成入 F-22的隐身外形，同时不影响其隐身性能。例如， F-35通过独特的多面体设计，巧妙地将 IRST 系统与隐身性能结合，但 F-22的设计面临不同的挑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22项目副总裁肯·莫森曾表示， F-22的内部空间不足以容纳类似 F-35的先进光电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通过更换 F-22早期较重的平板显示器为更轻薄的型号，以腾出空间为 IRST 系统提供安装位置。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可以将类似 IRST 功能整合进 F-22现有的传感器系统，比如 NA-256导弹发射探测系统。该系统通过 F-22机身上的6个小窗口提供360度全向导弹警告。然而， F-22的导弹发射探测系统孔径较小，限制了其升级为高性能 IRST 系统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即便是像 F-22这样先进的战机，在面对其他隐身战机时，仍迫切需要集成高效的红外搜索追踪系统。这一需求凸显了在第4代与第5代战机对抗中， IRST 系统在发现和应对隐身战机方面的关键作用，至少为第4代战机提供了应对第5代战机的有效手段。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